欢迎收看小老婆汽车资讯网，我是大王斯哥。我们现在呢在 Honda 的摊位，因为这一次他们推出的新车是这一台 CB1000 GT。那我们之前呢在台湾试过 CB1000 Hornet 嘛，那这台引擎部分呢就是一样是用4缸1000cc 的引擎，而且是之前的 CBR1000 Fireblade 的引擎，所以动力上很棒，没有问题。那这一次呢，它改成了像这种旅行车，我个人非常喜欢。至于为什么呢？我们一个一个来慢慢看。首先，外观部分跟之前的 CB1000 Hornet 完全不一样，它整个就是长得像是旅行车的。只是呢，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它这个车头好像稍微尖了点，是不是？就整个非常尖锐的往前冲的感觉。然后亮点是什么？我觉得有几个。我们待会去后面那边有实车跟大家分享，我往那边走，带大家看一下这个 CB1000 GT 哦。那这个是所谓的选配版，所以你看它有雾灯有没有？那这一次的优势呢，除了说它可以装侧箱、装雾灯这种改装件之外呢，亮点之一就是有秀娃的电子避震，而且加入了6轴 IMU， 所以可以做很多人会的事情，比如说弯道 ABS， 再来就是避震器自动调整。还有5种模式，比如说是旅行啦、市区等等的可以调整。好，然后它的座位你发现它特别的往下凹，所以骑起来的时候呢，就变成着地性比较好。示范一下，骑姿非常的舒适。那当然哈，我们所谓的电子油门、快排等等，通通都有。那我觉得这次的亮点是什么？这个东西，这个风镜，为什么呢？好，如果有骑过 SADV 的车友就会知道说，虽然说风镜可调，但是你要转的时候必须停下来，你要稍微控制一下，而且不是那么好调整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比如像我骑 Going， 我就觉得电动风镜是必要的，因为就是可以直接这样调嘛。但这个手动风镜呢，我必须说，如果有这个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我不需要用电动。为什么？调给你看，这是最高。好，我一手骑车，轻轻这样搬。完全不费力，你知道吗？丝滑到不行，这样就好了。我在骑车的时候，一只手我就可以这样调整高度。那我为什么需要电动风镜？又重又贵，完美啊，是不是？好到不行。OK， 好。那仪表呢，就是他们在 CB1000、在 CB650上面用的这一颗啊。当然，因为是4缸的关系，所以油箱呢会比较宽。身体看起来是比较大的那一种，但是它就是不折不扣旅行车。好，那有人就会问说，今天 Honda 旅行车款，它有所谓的像2缸1100的 NT1000E， 有4缸1000cc 的 CB1000 GT， 为什么这么复杂？要怎么选？那我觉得不一样。第一个是 NT1000E 是并列双缸，所以它的车呢是比较瘦长、离地比较高的这种。那这个呢就是4缸，我喜欢它的动力。因为在欧规这台车150匹马力，那台湾当然目前不知道，但欧规150匹马力，然后直接4缸的声浪好听。OK， 侧箱、后座，加上那个手动风镜，丝滑的手动风镜真的加分非常多。好，那还有几个重点跟大家分享。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本田宇宙，这里 E-Clutch， 大家记不记得？本田推出 E-Clutch 的时候，很多人有质疑哈。那这个质疑呢，就跟当年本田推了 DCT 双离合器一样，大家说我骑档的时候我就是要自己控制啊，为什么要双离合器帮我换？为什么要 E-Clutch 帮我换？但是你看今天的展场里面 ，CB500 Hornet E-Clutch、CB750 E-Clutch、SL750 Transept E-Clutch。NX500 E-Clutch 全部都是 E-Clutch， 所以这是本田的另一个宇宙，我通通都要电子离合器，很棒的地方。那我们再去看另外一个亮点，这边有故事跟大家分享，往这边走。那这一次的一个重点呢，就是他们这台 V 型3缸引擎电子涡轮增压的仿赛车。那在讲这台车之前呢，我们先往那边的时光回廊看一下。那这里呢是本田的时光回廊哦。那他讲到说，本田的工程师们用尽了各种方法，让骑士享受到不同的乐趣、不同的开心。那这一台呢，是1981年出的 CX650 Turbo， 它是 V 型双缸引擎，是这样排列的，轴传动，
那如果对于老车历史比较不理解的朋友呢，他以前出过像比如说 GL400、GL500，如果还是不知道没关系，现在的 Moto Guzzi 的引擎就是这样排列的，这是本田在1981年为了骑士做出来的努力，就是让你650cc引擎有更大的马力。然后我们再往这边看，这台车呢，一些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应该就知道或听过，叫 NS400R，1985年。那这台车这个配色，大家会比较有印象，可能会看过这种蓝白色的啊。那以前 GP500那个年代呢，这配色非常经典哈，罗士门，那是一个香烟的名字。那因为后来香烟已经不能再公开的广告，所以就再也没有烟商的广告。以前的 Marlboro 啦、罗士门啊，都是非常著名的这种烟商的广告。那回来讲这台车为什么知名？第一个是它是 V 型3缸。前面2缸，后面1缸这种方式排列。那这台车又有一个别名叫做寡妇制造机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台车它有一个阀门，当阀门打开的时候，它就会出现很大的马力。就像以前大家，比如说如果骑过 NSR 的人会知道 RC 阀这种东西，当它过了临界转速，阀打开的时候，马力会突然啪爆冲出来。很多人就在那一瞬间抓不住车子，然后就离田了，所以又称寡妇制造机。好，那这个是本田工程师们为了骑士的乐趣做了很多的努力。那回到去年的这个 V3 Concept， 就是今天主角之一，一样是前2后1电子涡轮增压的这种仿赛车。那当然，这种我们叫做不对称的 V 缸，其实它之前做过很多。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，之前 MotoGP 是不是也出现过 V 型5缸前3后2的那种 GP 仿赛车？就是这个概念。他们现在为了缩窄，所以做了3缸。好，那我们去看这次展出的最接近实车版本的车款。回到刚刚的位置，那这一台呢，就是这一次展出的。我觉得名字应该叫 V3R900 V 型3缸900cc， 然后后面的那个排气管是1根，然后有3个出口，有没有？超酷。然后你看这轮胎呢，你会发现它已经实车测试过了，长这样。然后单摇臂，本田的车迷们知道，Honda最喜欢单摇臂哦，像包含我以前的车款，像 VFR400啦。就是这种单摇臂的哈，那当然它现在外面用了很多的那种不规则型的贴纸，让你看不出整个车的轮廓。但出现这个状况呢，你就知道这个车应该很快就会正式上市跟量产。那当然我们现在呢，对于它的动力，对于它的组成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不过我想明年应该会出现3缸，然后电子涡轮，应该非常值得期待。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本田摊位为大家做的介绍。那喜欢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、并开小铃铛。我是大毛 Singer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